周须一别，我就不再送了。阿准，祝你生意兴隆。十四郎，和上次一样，你若是没有非要留在朔州城不可的理由，还是早些离开吧。离开，我能去哪儿啊？你有没有想过去草原？草原，我人生地不熟的，还是别了吧。你认识我？多谢，不过还是算了。这都是什么人啊？这是阿什勒大军的前哨，他们要攻城了。十四郎，我还有些手下留在北边，我要回去照看他们了。你还是尽快离朔州城越远越好。告辞。保重。师傅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回城。土喀社竟然想趁着你不在独揽头功，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用做吗？你要是想看土喀社狼狈的样子，就留下来。我对丧家犬没有兴趣。你就这么认定他必败无疑啊？土喀社这个蠢货，更何况他还在。他？站住！何人胆敢擅闯城防驻地？快举风击鼓！阿什勒军打过来了！你们快让开！若是误了示警时机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不行！李主簿，让他上来吧。是。李主簿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刺史，阿什勒部大军攻过来了，快击鼓！还不急？不着急。刺史的意思是，现在还不击鼓示警？现在还不急，让他们再靠近一些也无妨。刺史，你可想清楚了？一旦阿什勒部攻进城，于朔州可是灭顶之灾，于整个大唐亦是头悬利住手！剑。竟然对主公动手！好了，旭凤，他也只是一时情急而已。现在敌情紧急，我根本没有时间跟你详细解释。来人呐！在！把他俩给我押回府里，好生看管。公孙恒，你不会用兵，一意孤行。公孙恒。我不去城楼，我还不能在府里逛啊！刺史有令，二位不得擅动。你们就那么信他的话？如果他的决定是错误的呢？刺史自有安排。我看这公孙恒根本就是浪得虚名，真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骗得这全城居民竟然如此全心全意拥护他。你刚才听到那战鼓声了吗？隔了那么久才示警。此战怕是危矣。阿斗，你说咱们这朔州城是不是来错了？一个连最基本的兵法都不懂的人，我竟然还寄希望于请他起兵相助。就是，连我都知道文寇示警要及时，他作为朔州刺史竟然不懂，就怕他是故意的。如果他敢将朔州城拱手让给阿什勒部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我也不会放过他。刺史，李主簿，为何不击鼓示警？阿什勒起兵突袭强攻，我军应对不起，状况自然是会惨烈。你说，到底伤亡有多少？1万、2万，还是更多？李主簿，我们既然不懂兵法，为何不听劝？为何要一意孤行？你们是不是故意的？你们将这全城百姓的性命都置于何地？
李主簿，此战大捷，我们打胜了。胜了？如何胜了？是啊，刺史，你快跟我们说说，怎么就胜了？二位稍安勿躁，且听我细细道来。主公之所以迟迟不肯击鼓示警，是另有用意的。当时城楼内外暗藏了3000名弓弩手，阿什勒骑兵策马奔袭，很快就进入了我们箭矢的射程范围之内。主公一下令，万箭齐发，阿什勒的骑兵来不及调转，立刻就慌了阵脚。此时主公再下令，传令下去，开城门，出车马。我方的将士列阵，向敌军攻去。是燕月阵。李主簿懂兵法，从前学过一二。来，坐下来。那你就来说说，若是让你来领兵布阵，接下来该当如何？接下来要燕月换长蛇，蛇身横撞，首尾至，脚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徐侍卫，你继续说。然后，经过这连番的重创，阿什勒部的骑兵其实早已溃不成军，但那首领土喀舍却偏不认输，还妄图再度向我们进攻。敲战鼓，点狼烟。就在此时，我方的伏兵在城楼对面的东北角和西北角击起战鼓，燃起狼烟，士兵喊杀声不绝于耳。那土喀舍怕被四面围困，当即就下崩，调转马头，狼狈撤逃。刺史还真是厉害。可是这西北、东北角都各设有伏兵，为何刺史不悄声行军，攻其不备？为何还要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？难道刺史是什么？虚张声势？李主簿果然是少年英才，我的计策都被你看穿了。你说的没错，伏兵只不过是2000人呢。刺史真是用兵如神。怎么不再说我是不善用兵，一意孤行了？是十四郎无知。十四郎自持学过一二兵法，竟对刺史口出狂言，十四郎无地自容。好了，这种小事我是不会放在心上的。不过十四郎冒着生命危险登城报信，这份对朔州百姓的心意，我感受到了。在这里，我要代全城的百姓道一声谢。刺史容人之量，十四郎感佩。经此一战，十四郎终于明白，刺史为何百战不败，还有这朔州城的铜墙铁壁，和百姓的安居乐业是如何得来的。如若刺史不嫌弃，我想，你想与我们一起，共同御敌，镇守朔州城。十四郎愿为刺史分担。十四郎少年英才，又识得兵法，我真的是很欣慰啊！起来。阿道也愿意跟刺史学习兵法。好，你也镇守朔州城，起来。刺史。哦，李主簿。刺史，这是新绘制的地图，请您过目。哦。刺史为何愁眉不展？毕竟打了胜仗，怎不见刺史有胜利之喜？一场小胜而已，有什么可开心的？我已派徐峰向行军总管府请求增援了。增援？
这朔州孤儿金汤，竟还需要援兵？阿什勒部真正的强敌还没有出现。你来看，这无定河，河宽水深，原本该是朔州城和阿什勒部之间的天然防线。可是因为现在朔州兵源不足，无法派兵守住河岸，致使敌军来去自如，兵临城下。既然他们来去都会经过这个河道，不如我们就将这个河道改为栈道，如何？改为栈道？对于不善水性的阿什勒部大军来说，他们应该更喜欢枯水季吧？那是自然。如果河道干枯，便无阻碍，他们行军倍速于往常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们就送他们一个枯水季。送他们一个枯水季？李主簿此言何解？我听闻往年皆是7月枯水，偏偏今夏雨水充沛，这枯水季大约是会晚半月有余。而正巧，这片河道上游正好有一处密林，若派今日军士以土石锯木阻断河流，不足几日便可完工。此事，您觉得如何？你呀你呀，啊，好你个李主簿，竟然想出此等计谋来14郎妄言，让刺史见笑了。李主簿智计过人，令人佩服。只不过，阿什勒部的雄师刚败，仓皇溃逃，估计有段日子，他们不敢轻易出兵了。就算是他们敢出兵，也会是谨小慎微。看来怎么让他们放松警惕，这需要我们好好的思量啊。倘若不是这阿什勒部的骑兵实力过于强盛，其实还有更可靠的打法。更可靠的打法，说来听听。古时孙子有云：“凡战者，以正和，以奇胜。”倘若以我方大军为疑兵，吸引敌方主力，再派骑兵绕道，从敌军背后侧翼发动奇袭，冲垮敌阵，再逐一击溃，这岂不是更加痛快？好，李主簿年纪轻轻，却有如此的气魄，真是让人佩服。这也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人。何人？就是当年的秦王，如今的太子。隋末群雄并起，那时候还年少的他，率领千军万马在敌阵冲杀，用的就是此等计谋，可谓所向披靡呀。想不到今日能从李主簿口中听到相同的战术。李主簿，看来你之前在我面前说的略懂一二，也只不过是过谦之词啊。太子威名远扬，我不过是一样画瓢，不值一夸。李主簿不必过谦了，朔州有你，真是万幸啊。哦，还有一事，李主簿，这是上报朝廷的奏报，你要安排义父日夜兼程，赶快送到长安。此时，只是信不过行军总管。哼，谈不上什么信得过，什么信不过，只是此时事关百姓的安危，我们必须向万无一失多迈进一步。是，我马上去办。